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5号，星期六。今天是会员直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对当前中国时局的假设与判断啊。这个题目呢，老实讲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啊，我也不可能做在一个节目里面把整个时局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时间太短，那是不可能的，而我准备时间也不够。我只是想讲一些我的假设和我的一些基本判断啊。那么有一些假设，有一些判断呢，不是很成熟啊，但是我愿意在会员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我不敢在我们的正常的直播中跟大家讲，因为毕竟我们每天有十几万的一个视频，我们每天有十几万的播放啊。那么我们的会员呢，大家比较近啊。那么我有些想法不成熟，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啊。这是我们还是会员，还是我们的基本的这个支持者啊，最核心的支持者。我愿意把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这样啊，有两个新闻，我想先拿出来跟大家说啊。第一个新闻就是网信办啊，网信办这个新闻是前天的新闻，网信办开了个记者会啊。那么这个记者会呢，就说呢，他二季度他们网信办约谈的网站有1009家，警告了1100家网站。暂停更新，就是不让它更新了，就是你得停下来啊，就是放在那儿冻结啊，其实是冻结281家，然后关闭网站2686家啊。网信办一个非政府部门，它是一个办事机构啊，它根本没有执法权啊，没有执法权，可是它关闭了2686家网站啊，然后移送司法案件1226家，然后关闭了这个个人聊天群组，就是微信群31000个微信群关闭啊。然后从星期五开始，这个网信办会同中宣部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旅游部、广电总局开展联合清网行动。针对是自媒体啊，那么集中针对的是自媒体和自媒体的社交平台啊，主要是针对这些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热点新闻报道啊，然后就是发布新闻啊，然后是传播信息，然后是各种观点等等啊，那么解读一下。为什么要清网？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中国现在清网的频率越来越高。往年就是比如说6·4清网啊，然后就是北戴河会议啊，或者是两会期间清网。清网其实保持一个高压态势啊，就是一不小心他就动辄得咎啊。这个时候谁碰谁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次又来一次啊，就是保持高压，就抓人啊，然后请喝茶、封啊，大概封账号啊等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严厉执行啊。那么原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现在是7月份，啥都不是啊，6·4已经过了，后面国庆节还早，为什么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来清网？原因只有一个，脆弱啊，非常脆弱，它经不起内部的任何的异动，就有点像什么？大家玩过那种积木嘛，就是抽一根，一不小心咵全塌下来，谁抽的那根木头，谁塌下来谁就输啊！大概现在就是这样，就是现在就是中共的时局就有点像这个情况，一不小心少了个木头，一不小心又少了个木头，就晃，再晃，
不能说不能动，不能说不能动的原因是非常的脆弱。这跟什么有关系？这件事情和什么有点像？和任志强的事情有点像，就是他们内部的关联是一样的啊。任志强，你看一下哈，星期四任志强宣布这个西城区宣布这个任志强开除党籍啊，然后讲了一堆的理由啊。那么任志强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一个中共内部的情况啊。那么任志强呢，他2点，第一个，他现在是开除党籍，然后取消待遇，然后移送司法，就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处理啊。任志强其实是红二代啊，他父亲叫任全生啊，是38大概就是38年参加中共，然后曾经做过商业部的副部长啊，所以他不算太高干啊，但是他任志强也是大院里出来的，也是大院里的人啊，所以属于红二代啊，属于红二代。那么你想一下，任志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到一个这样的局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任志强很坚定，不肯认错，就他从头到尾都不肯认错，我没错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任志强的那篇文章把习近平给骂狠了，习近平真火了，把他给得罪了啊。所以习近平这个任志强的案子是习近平点的头。习近平以前从来不碰红二代，他上台之后没处理过任何一个红二代。为什么？他需要太子党的支持，所以呢，他不碰红二代，有什么刑事案件啊，这个那个啊，他都不动的，不动红二代的。但是任志强这个动，任志强动了，第一个，习近平真火了；第二个，这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别看红二代，你要这事做过了，我一样收拾你，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内部的情绪很紧张，内部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他就要开始什么呢？任志强其实也是习近平警告太子党党内啊，就是说你别以为啊你就是红二代我就不动你，也不是，你要做过头了我还一样动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说明这个内部的这个形势非常的紧张啊，它反映的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啊，反映的一个这样的情形啊，中共党内的这个情形，你别忘了，红二代跟红二代之间不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就习近平跟任志强的关系，不是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跟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的关系那完全不同。那一个是自己人，那是自己人，我怎么打怎么骂都是自己人。出去，李克强这个是外人，那是奴才，这个是大哥啊，是这种关系，他们是这么来界定他们之间关系的啊。所以处理任志强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警告党内同志的这种含义在里头。那么中国形势变化很快，变化非常快，一年下来，我印象中，我去年5月份开始做这个咱们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啊，一年下来，一年过了一年多一点啊，我们5月15号开始，现在是7月中啊，7月中就大概是怎么说呢，1个多月啊，1年多1个多月啊，这一年下来，这个形势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快啊，时局有点失控。就是在我来看呢，我看我做中国新闻做这么多年啊，中国的时局就是这么坏的时局没见过啊，没见过。这个时局有点失控，然后而且中共内部有一点点乱的感觉，
就有点点，你看它内部的信息有点乱，它已经不是那种就是很清晰的一条线下来。中共控制信息控制的非常的厉害，你想想中宣部，然后政治局常委来亲自管这件事情，你说这条线不是很清晰的吗？理论上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你看现在看中共内部出来的信息有点乱，不是一条线，至少是3条线啊，这有点乱啊。那么它反映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施政啊，在施政方面出现了紊乱。你看哈，水灾，这就是骂得要死的事情。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疫情。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也是骂得要死啊。水灾完全无所作为，不知道在干什么，睡着了，从上到下全睡着了。这个责任在谁身上？习身上。习没有动，其他人都不动。其他人不动是不敢动，也不想动，动了动辄得咎，我干嘛动啊？所以你可以看像水灾啊，然后你可以看现在这个习近平还来搞什么小康社会，搞扶贫攻坚，这个打横炮，这完全是打横炮啊！整个的方向跟整个国家现在的主要的状况完全不匹配啊！你现在搞什么小康社会，搞什么扶贫攻坚？现在那么多人没饭吃，你搞什么鬼啊？这完全不靠谱。然后经济情况是这个情况，就业情况是这个情况，外交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我们讲，我一直以为，这个关掉一个就算了，结果他还竟然反制啊！这个反制，我觉得就有点像另外一个智慧的智，反制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中共施政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紊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就是宫廷内斗已经表面化啊，特别是谁呢？它表现在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啊，这个我们叫政坛耳语啊，传来传去，不断的传，我觉得天天说很多啊，这种各种政坛耳语啊，但我们也不能全信，但是空穴来风肯定背后有原因啊，就是说你故意搞一个这样的信息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第二个就是宫廷内斗已经外化啊，已经表面化。那你这边刚刚说这个我们这个小康社会，习近平一篇文章刚出来，小康社会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这话刚说完，话音未落，李克强上来一句，我们1000块钱收入以下，月收入1000块钱以下的还有6亿人，这小康社会啪一巴掌打下去，打得多响。再过2天再搞个地摊经济，你什么小康社会？小康社会还地摊经济，这什么鬼？所以实际上你先看，李克强天天抓就业，天天喊什么？言外之意是什么？经济太差了，你这问题有问题。这叫什么？这就叫拆台啊！这叫拆台。这第二个，第三个，民心有不稳的迹象啊！你民心有不稳，我在网上看见东莞几万人上街抗议啊、失业啊什么的啊。为什么民心会有不稳的现象？第一，失业啊，失业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我见过最严重的失业就是现在啊，这是第一个。你第一，失业是什么情况？失业，中国没有失业保障，中国的失业保障跟没有差不多，所以失业这件事情对中国的社会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失业过。以前中国没有严重的失业，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你一定找得到工作，不会没有工作。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像
像什么技术工人啊这些，那都根本不存在失业的问题啊，就是你就不断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3年就小组长，4年就是经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会出现失业，而且大规模的失业，而且现在这个大规模的失业的情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没有，根本没有，就是大家从那上面掉下来，根本没有个网接住他们，直接摔地上。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情况，就是社会就呈现不稳定的状况。不稳定为什么？因为没有社会的组织，没有社会自助组织。就是政府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做这件事情。中国已经完全碎片化。那你想一下，这么多人，数以千万计、上亿的失业，直接那些人就直接从楼上摔下来，没有网兜，直接摔地上，那不口吐白沫，就这个情况啊。所以民心开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建立的这种粗暴的管制模式，这种对人权的各种侵犯，那这个你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忍了算了，忍了，哎呀，这反正生活还行，我们反正生活不断的在改善，政府有点缺陷我就忍了。你现在我连饭都没吃，你还天天砸我的摊子，我怎么能忍不了？这几个方面反映了什么？反映这个中共的施政，中共的这一系列的国内的情况，时局变得很快，变坏的程度很严重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过去30年，中国的危机一向来自内部啊，比如说这个下岗潮啊，通货膨胀啊，或者是这个国企的问题啊，金融危机啊，房价啊，股灾啊，中国的危机一直来自内部。那这次不同，这一次呢，危机来自外部，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处理过这一类危机？我觉得中国没有处理过这类危机。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现在的局面我们叫外焦里嫩，外面危机其实是来自外部，但是内部的形势也坏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中国有没有能力啊？中国有没有现在的这个班子其实是不行的啊，不行的。就我经常讲，这个习近平这个班子呢，叫武大郎开店，都不行。这几个，这从刘鹤开始一路都不行啊。本身缺乏这种处理危机的这种经验和能力，然后整个系统，中共的系统是什么？中共的系统它全部都是应付内部危机的，外部主要是以骗为主。就是忽悠大家，忽悠其实就是欺骗的一个文雅点的说法啊，或者是另类说法，其实就是骗。对外主要是骗，对内呢才是他所有的危机处理、危机的机制都是对向内的。结果这次的问题出现在外部，美国找他开火啊。这危机来自外部，但内部的形势也坏了，所以这个局面就很难收拾。因为它整个的，你想一下，射击口全是对内的，后面城墙外头来人了，怎么弄？那我城墙这头都没有射击口，现挖嘛，来不及吧？现在是这种情况，以前通常外面的就以骗为主，里面的就使劲揍，现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就是针对新闻1我们的一个解读啊。新闻二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美中关系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啊。那么他在演讲中强调了
中国和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要和盟友改变中国，这是他的主旨啊。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新闻，我们之前做过这个节目，但是我还是要解读一下。蓬佩奥这个演讲有2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告诉美国人民啊，我们为什么要对付中国。那么蓬佩奥其实是这个川普总统4大金刚之一，他是排老大啊，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助手。那么这4大金刚都出来，从这个安全顾问一直下来到蓬佩奥，蓬佩奥是一个结语，等于是个结语。这4大金刚出来都做针对中国的主题演讲，其实是阐述整个白宫团队的中国政策，它是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宣讲。那么第一个就是告诉什么？告诉美国人民，我们要对付中国。为什么要对付中国？不对付中国有什么后果？其实是一个檄文啊，这不是1篇檄文，是4篇檄文啊，4篇檄文。那么它是为后续的一系列的行动做什么呢？做舆论准备。所以你看，蓬佩奥的话一讲完，这边就马上开始动手，其实就是檄文啊，檄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演讲第2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告诉美国的盟友，赶紧归队啊，要开火了啊！有啥分析我们都好商量，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团结起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这个演讲的第2个目的啊，第2个目的。所以美国的形势发展的很快啊，发展的很快。为什么？美国白宫就是川普的团队解决了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开始建立整体的战略啊，开始建立整体的战略。当然，核心的问题是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已经下决心了，他把中美贸易协议放在一边了啊，他已经这个叫什么？他已经没问题了，川普总统已经想通了，这是决心已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立了整体的战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开始组建对抗中国的联盟，这第三个。第四个，制定针对中国的策略，这四个问题基本上就全部都解决了啊，所以这个形势变化的非常快。这4个问题是在多长时间之内解决的？2个月之内，这几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啊。那么这些行动这4个问题就是在回应过去我半年时间，我基本上过去半年我一直在就这4个问题在批评白宫，批评川普总统啊，所以我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应该是没有人比我更多的了。我说的是批评啊，很多人不是批评，很多人那叫指责，就是不喜欢他，那跟我没关系，我不是不喜欢他，我是批评川普总统的政策。川普总统政策就我刚才讲的4个方面是有缺失的啊，有缺失的。大家可以回去回看我们过去的这个视频，其实我就主要我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就是这4个方面。但是这些行动已经回应了我们过去半年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啊，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我非常的赞赏过去1个多2个月之内白宫发生了这一系列的改变，非常的好，我非常的赞赏啊。美国不是没有实力啊，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的问题不是实力的问题啊，美国是世界超强。就以前世界上有2个强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苏联也是超强，所以是2个超级大国，这2个是真的是超级大国。但苏联垮台之后，这个世界只剩下了一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美国实力超强，
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抗。但是呢，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实力够不够的问题，是美国有巨大的实力，但美国的问题是什么？他老是找不到敌人，他敌人在哪里？一直搞不清楚敌人在哪里，他搞不清楚敌人在哪里，这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啊。那么一旦他确定了美国的他的敌人是谁，那么其他的问题反而简单了，因为他实力强。所以你可以看哈，你可以看美国的形势是，当他确认他的敌人是谁，他迅速的搞清楚了过去的战略有什么问题，迅速的把过去的问题搞清楚了。啊，我们被中国骗了啊，我们误读了中国的意图啊，我们以前的有很多漏洞啊，被中共这个钻了空子啊，我们很多东西损失这个损失那个，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做错了。你看，当美国一发现我的对手是这个的时候，他迅速的发现我有什么问题，迅速发现自己出现问题，然后迅速开始补救，稀里哗啦就开始补救，所以他开始这里收紧那里收紧，这叫亡羊补牢。然后你可以看，当他发现中国对他产生威胁，他迅速的找到了什么？找他的核心敌人是谁？原来不是中国，是中共。你看他一下子这个策略就找到了关键要点，所以他不是能力的问题，他根本就是太强大了，太骄傲了，太骄傲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现在美国这头，他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理清楚了，现在已经理得很清楚了啊。以前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制定什么样的战略？等等，他已经非常清晰了。好，那么中国的麻烦就来了。中国目前的总体态势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4点。第一，经济问题不可挽回。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可挽回。很多人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疫情的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疫情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大了，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有。所以你把中国经济的问题让习近平去背上这个责任呢，我倒不认为习近平承担主要的责任，习近平也是加剧了这件事情。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恶化，就是造成中国经济目前这个局面有2个原因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第二个原因就是习近平过去他上台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这两个因素加大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把中国经济可能过2-3年才会出现的局面，一下子拉到现在就在发生，是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呢，中国经济是积重难返，回不去啊。积重难返是什么？我们讲过，中国现在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没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这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转型，在这转过来的过程当中还没转过来，所以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还接受它，原因是因为它的确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为什么西方国家都不接受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你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因为你在转型。那为什么转型就会变成现在这个局面呢？这个转型你不能停的，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要变成市场经济，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完蛋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是中共呢，这有点像叫什么？叫邓小平讲，中共是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子过河。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个桥，那个桥是什么？那个桥就是政改，就是你直接政改从桥就过去了，就很快就过去了，你就由这个社会主义到一个资本主义就过去了。他不过，他为什么不过？我不要搞政改，我只搞经济，那不只搞经济改革，只搞经济改革，那我就摸着石头过河，我就下河，卷裤脚下河了，在里面摸来摸去，越摸越过瘾。为什么？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独裁的政治体制继续保持，就中共独裁的体制、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市场。原来你就算独裁，你比如说像朝鲜没有它完全是计划经济，它没有市场，它权力没办法变现。那你贪污弄点猪肉回家没问题，你拿几条香烟，你烟厂拿几条烟回去没问题，甚至拿去送人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变现，你很难变现，权力很难变现，因为你没有市场。转型正好，这边有独裁的权利，这边有开放的市场，我权力一下就变现。中共为什么会迅速的腐败？就是中共的腐败已经创造人类历史上的新高度人类历史上的新高度。原因是他握着全世界最大的权力，同时他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所有的任何巨大的权利也好，小小的权利也好，都可以变现，随时变现。所以中共的腐败程度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又有市场又有独裁，他就不愿意转了。他在河里面摸石头，摸来摸去，摸得很高兴，他就不转了。不转的问题是在哪里？市场经济跟这个社会主义它是不相容的，你只能是个过渡阶段。不相容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会出现什么？出现习近平的过去3-5年持续的推动政府加大政府的权力，政府占有的这个市场要素越来越多，国企占有市场要素越来越多，政府就开始挤压市场因素。那市场经济你都被政府控制了，我搞什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就现在下来了？这才是就是一个转型的经济体，它不继续往前走了，它往回走，甚至往回走的时候，经济就不可避免的，就是无可挽回的出现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第一，经济问题不可挽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美关系不可挽回。美国现在用了大概半年时间统一了，就是美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包括白宫，包括国会，统一了对华政策的立场统一了，那要下决心干下决心干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川普总统，真下决心。蓬佩奥在星期四的演讲，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里根总统那么过去跟苏联打交道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对待苏联信任，但要验证，就是我可以相信你，但是我要验证这些说的是不是对的，真的他说对于中共，里根总统会这么说，不信任还要验证，理解吗？什么意思？中美关系现在实际上已经破裂了破裂。我们在2-3个月之前我已经讲过什么呢？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实际上呢，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是中美关系破裂的一个结果之一。
是因为中美关系不好了，破裂了才发生的贸易战，不是因为贸易战才中美关系才破裂。为什么中美关系破裂？中美关系破裂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发现中国开始成为它的威胁了，中国的对外扩张的这个战略开始成为它成为它的威胁了。它并不是说你仅仅是因为你经济成长起来就威胁，不是这个意思，是威胁它的安全了。安全，美国是把安全作为一个国家系数的，就是你有国家再大或再繁荣再怎么样，你前面的安全系数降低了，你这整个的结果就会减少。所以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安全的一个国家。当他发现中国会威胁他的安全的时候，不仅仅是威胁他的地位，是威胁他的安全的时候，中美关系就没有基础了。为什么中国会威胁他的安全？因为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不忘初心啊，要搞社会主义啊。他原来改革开放，原来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是什么？就转型啊，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啊。你要转过来，你不转过来，他转就让他不转了。为什么不转了？哎，我想起我的初心来了，我其实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我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我现在有钱了，我得干这个事儿了。当中国一开始讲这个事情的，美国一看，哟，我当初我们一起过家，其中有一个约定，就是你不把红旗插遍全球，不输出革命，不扩张。你现在，哎，你怎么现在又开始扩张了呢？又怎么跑到南海去了？又搞“一带一路”呢？又搞千人计划呢？你这东西，你这叫坑我呀！美国就翻脸了，就这么干。所以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其实前提是什么？中美的政治基础，其实它的政治基础的前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它的前提。因为你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你才不会把红旗插遍全球啊！你都改革开放了，所以呢，第二条，中美关系不可挽回啊！中美关系已经不可挽回了，是第二条。第三条，中国和西方整个西方开始全面脱钩，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啊，大家可以看啊，其实各个层面都开始脱钩，各个层面开始脱钩。大家要记住啊，在所有的领域啊，最核心的当然是经济，但是其实很多领域的拉动是非常有利的。你比如说留学生，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留学生仅是中国的学生跑到其他国家去读书，不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它会产生巨大的拉力，把两个经济体拉在一起，它会产生很多的需求。所以中国和西方的脱钩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件，这是个巨大的事件啊，这是个巨大的事件。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就是中国将失去赖以发展、赖以成长的财富来源。什么叫财富？财富其实很简单啊。有些人讲啊，我这个古董啊，我有多少存款啊，等等。我跟你讲，财富对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不讲个人啊，我讲的是国家。对一个国家来说，财富是什么？财富就是美元，不是人民币。为什么？对一个国家来说，本币是可以发行、可以印刷的，美元不是，美元得拿东西换回来的啊。你要是没办法赚美元，你这个国家富不到哪去。所有的富庶的国家都是能够挣美元的国家，都是能够把东西卖出去的国家。如果中国和西方国家脱钩，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你就无法获得美元，你无法获得美元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没钱了，你就没有财富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中国过去20-30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出口能力。所以中国的财富为什么你看这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其实积累的是什么？不是人民币，人民币随便印，人民银行在那儿呢。你想是不是？你要增加10倍，加个零，再多10倍，再加个零，不就有什么问题？对人民银行没有发钞的困难，但是你要挣美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国和西方脱钩，它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会下降，非常明显啊，会非常明显的下降。底在哪我不知道啊，所以说内循环。我今天看了一个笑话，说某地有2个警察，这个在车里面睡觉，后来因为这个窒息而死，说2个警察在警车里睡觉窒息而死，什么原因？说他开了内循环，憋死了。其实这个新闻很有象征性。中国经济要是内循环的时候，它就会憋死啊，就会憋死。这是第3个。第4个，中共的现有团队解决不了现在当前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中美关系啊，这个中国和西方脱钩，这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会怎么后果？那就会出现社会这一系列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中国会面临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大概当前的总体局势，我大概就讲了4点啊，讲4点，还有很多，应该还有更大范围的事情，我就不展开讲，我不想讲太多，讲太多我们也讲不过来了。我就先讲这4点，然后有几个问题啊，大家都会问的啊，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呢，我自己也在思考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习近平会不会下台？这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中共会不会分裂？第3个问题，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热战？第4个问题，中国经济什么时候会崩溃啊？等等，我大概第5个问题，中国内部会不会出现反对派啊？等等啊。那么我一个问题，我自问自答，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啊，先说习近平会不会下台啊？我之前看了这个中央党校退休的教授啊，蔡什么我忘记了，一下子嘴边上教授的之前有篇文章，最近有一篇新文章啊。我觉得他对习近平的分析是蛮对的啊，蔡霞，他对习近平的分析啊，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总结的非常到位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党内有没有办法让他下台？肯定他的政敌肯定是要让他下台的，这个没有疑问啊。那么从我对中共的了解来看，中共没有机制让他的最高领导人下台，没有这个机制啊，没有预设这样的机制。就说如果用正常的机制来说呢，以现有正常的情况，正常运作的情况是总书记是下不了台的，这是第一个。第2个，但是中共的总书记是下过台的，你比如说像胡耀邦，像这个赵紫阳都下过台，但是其实那个下台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有个元老院做的后头。实际上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他们只是个傀儡，他们并不掌握实权，实权还是掌握在陈云和这个邓小平手上。所以
当时这两个人下台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人下台的原因就是他后面的幕后的这个老大不想让他们干，他们才下台的。所以他们下台并不能反映中共内部的这个机制。所以以现有的机制来看，习近平手上的票是足够多，就是你无论是开政治局会议还是开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手上的票足够多，就是以党内民主的形式来看，也没办法，现有的机制没办法让他下台。但是中共也好，中国也好，中国是一个制度不鲜明的国家，就是中国的制度其实不是很坚决。就是你看中国的历史，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的制度从来不是非常可靠的，中国的制度通常都是有弹性的，在关键时候就会弹一下。那么，所以其实以现有的这个而且中国的这种偶发性的因素也是很多的。所以会不会有发生一些偶然的事件让习近平下台？这种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就是以制度而言，习近平下不了台，但是不能排除有些偶发性的因素。你比如说像一些元老中共元老出来做一些工作等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会有的，是有的，而且我相信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但是不一定会导致那个结果这是习近平会不会下台第二，中共会分裂吗？我觉得中共分裂的可能性比习近平下台的可能性还小。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中共的组织系统是保证中共活到现在，就是从21年建党是吧？21年开始到现在，活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中共的组织系统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我认为中共党内分裂的几率比习近平下台的几率还要小，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他这种分裂的条件存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美之间会发生热战吗？这是一个我天天在推特上都看到的一个议题我觉得中美之间是有发生热战的可能性的中美之间是存在发生热战的可能性的。1年前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1年前我觉得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共下台的难度很高，让中共下台的难度或者翻过来讲，推翻中共的这个难度非常的高。中共要让中共下台，或者是让中共灭亡，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对外宣战，对外打一场战争。其实你可以看就是你经常会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就像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中共要下台其实蛮难的，因为你看一下清政府就知道，清政府当年也是没有对手，革命党根本不是清政府的对手，袁世凯训练的新军你们在国内完全没有对手，但就靠清政府下台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共也是一样，中共你看他的政权机器或者是暴力机器非常的发达，当然我讲的主要是对内的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那当然他力量很大，但是如果他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他可能就下台。但是你说中共知道这一点吗？我相信中共知道这一点，但是它还会发生，为什么？你去想一下，你想一下，港版国安法
它还是发生了。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实际上让西方国家完成了统一对中国对中共看法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港版国安法把这个链条接上了，所以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不应该发生，就是从中共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从港澳政策的角度等等，你都不应该发生。为什么？代价太大了，这代价已经超过了整个香港。就是香港是1万亿，我就假设哈，我这不正确，不一定是不是真的哈。假设香港价值1万亿美元，我假设啊，那么中共跑到香港去实施港版国安法，他付出了多少钱？他付出了3万亿，付出了3万亿的成本，就是说，中共在港版国安法上在这件事情付出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整个香港的价值。愚蠢吗？相当愚蠢。可是它发生了。那你再翻过来讲，这个成都总领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我们当时你按照一个正常的思维，不能关美国驻华领馆。你关了驻华领馆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的冲突会不断的升级，你这一路关下去，后果非常严重，中美之间就直接就断交了。那还玩什么玩？没什么好玩的了。那你推动的事情是什么？他完全不能干，这事不能干。所以你看，那个叫休斯顿总领事跑出来讲，蔡伟出来讲啊，我们不承认他，我们拒绝接受关闭等等等等。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招，这可能是外交部的一招，通过这个来纠缠一下，我们就不弄了。结果他就第二天晚上还是宣布关掉成都总领馆，它还是发生。所以中美之间能不能发生热战？不能发生热战。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打不赢。第一是打不赢，这没有任何的疑问。这个什么胡锡进、胡雕盘说啊，我们再跑到你那边打，跑到大西洋打，跑到太平洋打，我打不赢你，但是近海我就打得赢你，凭什么你近海就打得赢？这胡雕盘胡扯，打不赢，根本就不对称，实力根本不对称。不讨论这个，我觉得这个实力根本不需要讨论。我不是军迷，但是我知道基本事实的判断，这个我知道啊。这是第一个，打不赢。第二个，你可能失去你的政权。为什么？你打不赢的后果是什么？打不赢的后果就是输啊。你输的话，你不是输掉一场战争，你就会输掉你的政权。中国人会接受一个打输仗的中共吗？那是肯定接受不了的。所以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都不应该打。但是你能排除他不打吗？你能排除他打的可能性吗？不能。为什么？你看我前面举的，我可以再举10个例子。不能这么干的事情，习近平一样让他干了，一样让他发生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叫集权的任性啊！所以中美之间是有可能发生热战的，这是第3个。第4个，中共内部会第4个，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其实我很不喜欢讲崩溃这个词儿，因为崩溃这个词儿呢，不确定你什么叫崩溃？房价跌30%算崩溃吗？银行倒闭10家大的银行倒闭算崩溃吗？或者是人民币贬值20%算崩溃吗？我们没有一个既定的指标去判定中国经济崩没崩溃，所以我就没办法说这个事儿。但是呢，崩溃又的确是反映一个大家对经济恶化到某个程度的一个判别啊。
就觉得哎呀，这个委内瑞拉，你看货币已经贬了1000%了，贬了1000%了，那肯定就已经崩溃了。可以这么理解，它大概是可以这么形容。但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我就是说宏观的判断是什么？宏观的判断，中国经济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中国经济就是它慢慢，它没有一个啪这样子，我觉得它会慢慢就这样一直下去。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中国政府的能力，中国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啊，它对经济的各个环节全面操控，全部握在手里啊，全握在手里。所以呢，它既可以篡改统计数据，又可以制定非常极端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然后就是可以做很多在一个正常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系统，我觉得很少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在中国可以做到。为什么？他人民银行下令所有的商业银行，你每天原来你这个门店平均一天受贿多少啊？我的门店平均一天受贿$1000，$1000。那好，从今天开始，你的门店每天受贿不能超过$300，他就可以下个这样的命令。然后商业银行没办法，只能这么干。原来一天卖$1000卖受贿，就是出售外汇收1000，现在只能卖300，甚至更少。他通过这个来操控外汇，其他国家能做吧？其他国家不能这么干，为什么？违法呀！但是中国政府它可以违法，中国政府所有的法律踩在脚底下，它只有权利没有法律。所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而且现在的情况，这第一，它的工具非常的多；第二，它是全能性的政府，它掌握所有的市场要素，不能说所有的吧，大部分的市场要素，所以它可以捏住它不动。但是经济规律无法无，它就会让什么？让一个经济的周期会拉得非常长，非常的长。那可能它就是这样子下去，就是持续的萎缩，持续萎缩。它不是出现一个崩盘式的下跌，而是持续性的萎缩。当它持续性萎缩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维持不住的时候，人民币汇率会出现一次啪大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再以那个为基础又持续萎缩。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是说出现的往下走出现的可能性是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你在数据上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统计局天天改数据，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就把这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自己自问自答，把它说了一遍。那么我今天的这个会员视频呢，我现在讲的这些所有的看法呢，还不太成熟，也不周延。我就在会员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也请大家指教啊，因为有些想法呢，我想的也不是很成熟啊，所以我在这里面特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好吧？我想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就不要再聊天，那么我们还是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好，我们开始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好，鸣谢一下，姥姥王，谢谢 Steve Toronto， 谢谢 Amy Wang， 谢谢坚俊丁，谢谢胡卫还是魏胡王先生，谢谢啊。王老师辛苦了，最近一段时间形势变化非常快，心情很沉重，
海外华人媒体纷纷扰扰，每天只需要听您的总结分析足矣，理清了很多思路，也得到很多启发，再次感谢，谢谢你啊，谢谢姥姥王，谢谢。总结一下，在线网友支持做音频的留言，做会员是支持王先生，福利不是重点，这样把这样好的精神食粮普及化是好事。好，谢谢姥姥王啊。Mike 猪，谢谢 Simon 高，谢谢王老师，每周7天都直播，信息量这么大，对我是种激励啊。好，谢谢徐延斌，谢谢于滋滋滋，谢谢 Renee Mac， 谢谢 Steve Sophie 萌，谢谢西法小小心意，谢谢溜溜，谢谢。好，我来看看网友怎么说。观点：正是因为发动冷战，自由世界才能击败苏联为首的集权政集团，否则红旗早就插遍全球。现在中国污蔑攻击冷战，也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西方的思想，攻击十字军一样，丝毫不尊重欧美人民的传统。OK， 情况。澳洲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专程飞去美国本土会面讨论地区安全问题，主要议题是中国。我觉得最紧密的联盟就是五眼联盟，大家感觉对吧？五眼联盟的最紧密，你看最支持美国政策的澳大利亚，这个英国，加拿大现在还应该理论上还应该有个新西兰，新西兰现在声音比较少一点啊。情况：湖北朋友在天涯社区发帖吐槽当地经济不好，找不到工作，换了好几个标题都通不过审核。现在网络监管丧心病狂，大家看到的消息都是粉饰太平，真实的情况完全看不见，是非常正确。现在网络，我刚才已经播报过了啊，就说你可以知道这个网信办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啊？情况：上海篱笆网吐槽失业的帖子被版主疯狂删，所以网信办应该有指示，不准发放各地真实的情况。观点：过去30年肉眼可见的问题一直在积累，例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靠降低国家标准，高科技产业靠吹牛皮，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但是社会福利一塌糊涂。可是这么多年经济还在上涨，搞得我都很奇怪，为什么政府搞经济这么千疮百孔，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经济还在成长，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到了今年看出来了，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观点：虽然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奴性大，忍耐力强，哪怕吃草也不会推翻 CCP， 可是我提一个文革期间很有名的事，安徽黄立仲就成立了劳动党，准备造反。我想那个时候都有人敢造反，如果现在中国人生活直线下降，甚至饿皮遍野，再来一次饿死3000万，中国人肯定会反抗。我不喜欢后面这个饿死3000万这个事儿啊。反抗一直都有，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呢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没有媒体报道，所以实际上反抗是一直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反对势力是有的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西方国家应该尽量的给予支持支持中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只有这样子才能够逐步形成一个一种思潮。比如说我觉得西方国家怎么样帮助中国人民比如说拆掉防火墙拆得掉吗？拆得掉对美国来说拆掉那个防火墙真的不难，一点都不难
就拆掉嘛，拆掉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人民，我觉得是这样啊。情况一个新的情况，我在俄亥俄当地的警察和农业部发布警告，当地很多人收到来自中国的邮包，里面有植物种子，收到邮包的人根本没有订购这些包裹。俄亥俄是工业和农业州，也是关键的摇摆州，这种行为是有组织的吗？我看到这个新闻，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意图是什么呢？这些人收到这个包裹的人，就把种子种到地上去吗？我不理解。我没有这方面的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也只能保留疑问啊。情况，我朋友去哪儿网的资深程序员 Top 10本科和硕士毕业，去年因为身体原因离职，想着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因为之前特别好找工作，每个月都能接到好多猎头的电话，可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半年没有找到工作。我女儿看新闻问我中国为什么撒谎，为什么到处惹事儿，我真的很无语，不知道怎么答。就是红旗插遍全球啊。提问关于德国甚至欧洲，王先生说他们尽管跟川普不对付，但是他们对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丝毫不弱于美国。欧洲不是希望通过跟中国贸易，从而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吗？王先生指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还是别的什么？能仔细讲一下吗？我们人类社会的主要的思潮都来自欧洲，不反对吗？这是第一个。那么在欧洲的在意识形态上的传统是什么？当然是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来自欧洲，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来自欧洲。所以对于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中共这种独裁的意识形态，欧洲在意识形态层面绝对是不相容。所以这种批判和对立是没有疑问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欧洲其实主要还是德国？德国主要还是基民联，基民联主要还是默克尔，大概是这样。其实你看德国反对华为 5G， 用华为 5G， 反对现行的中国政策的，其实在德国的论坛是非常 popular 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语境，在现在的语境之下，大部分都在讲欧洲亲中或者亲共，但是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啊，或者不完整的。欧洲并不完全是这样啊。观点：美国的态度最近才大反转，还有一个原因，一直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审判对方，首先选择相信，这是被土匪钻最大的空子之一。想起秦晖教授说 ，CCP 政府是骑在人民身上还要人民跑的马，而欧美国家从未遇到这样的政府，所以一直不懂 CCP。现在他们都懂了。情况那天王先生讲军队的腐败，我家里人给军队干活都是100块钱的开1000块钱的票子啊，发票啊。观点：我原来对奥巴马印象很好，他确实形象很好，但是之前他来中国，记者问香港战中，他第一个反应是香港战中跟我们没关系。自从那次以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领事馆放弃王立军。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是个好人，但是真的不适合做总统。观点：王老师还没有这么多粉的时候，我听了好多别的主播，只有听到王老师的时候，精神一振，知道专业的来了。专业水准真的非常的重要，谢谢你啊，谢谢你。是人安身立命之本，非常对啊，专业水平非常重要啊。也是获得人尊重、获得认同的来源。满嘴跑火车的主播太多了，也真是，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因为太多人满嘴跑火车了。那么我们在听这些节目，你觉得会怎么样？那么多人听他的节目，满嘴跑火车，怎么行？我觉得就不行，所以我不认同这件事，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坚持做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提问：中国现在这个局是否能有一个破坏最小、最容易被接受的解？我想，如果习被换掉，然后中共开始政治改革，是否最好？哎，在这里我特别想讲一个看法，就是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抱有幻想。换掉习就是幻想，为什么？换掉习只不过是延续或者改一下手法策略而已。中共其实不是因为习近平在做中共的总书记，中共才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不是的。中共的历任总书记，从第一任总书记到现在，所有的总书记他们的任务都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包括江泽民，包括胡锦涛，只不过江泽民跟胡锦涛没做而已，没说而已，没说出来而已。而且江泽民、胡锦涛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只有一个，美国。所以这件事情才是本质。谁做总书记不是本质，只是习近平是武大郎开店，一群笨蛋跟他底下做事，把事情越办越糟，然后他自己没有策略，陕北老农民尽是蛮干，才让这个时局变得这么糟糕。但是你就说我们让这个中共把习近平给换了，这事情就改变了吗？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中共，不管谁做总书记，他都是中共。而且你别忘了，中共选出来的总书记一定是中共的总书记，所以不能抱有幻想啊，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哎呦，我又讲快一点了，又超时了哈。今天微博热评：吉林农作物被外来物种侵占，外来物种原产地是北美。评论又高潮了，一片喊打喊杀，要和投毒的美国人决一死战。我觉得这就是为对美的敌对情绪做铺垫。习包子就是想和美国干，至少现在在做准备。对于中共来说，鼓动民众对美开战这个情绪对他没有1毛钱好处。为什么？他不能干呐，他没有实力啊，他打不赢啊，他把民众火给撩起来，他怎么收场呢？他不能打一场假仗嘛，朝天开枪，那不行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共现在去撩民众的搓民众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火，没好处啊，没好处。求王先生安慰，现在中美形势严峻，爹娘回国过年，年纪大了，又有基础病，也不敢坐飞机来美国，非常焦虑。哦，那真的是很麻烦，这真的非常焦虑。我安慰一下你吧，安慰一下，找机会吧。不敢坐飞机，坐飞机很严重吗？坐飞机问题不大嘛，坐飞机基础病，坐飞机。我觉得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不好？王先生，约1周前我发了个 email 去 feedback 邮箱，方便给我个答复吗？还是你的风格不回复就代表否定？我看一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好吗？因为我们的 feedback 邮箱每天收到非常多的 email，我不可能去回答每一封来信，好吗？OK。提问：老师，经济崩溃，我来量化一下可以吗？比如2014年被制裁的俄罗斯 GDP 掉了50%，
现在也就恢复到当年的70%，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年掉50%，一年到50%，那真崩溃，别掉50%，GDP 不用掉50%就崩溃，GDP 掉20%就崩溃了，就算崩溃了啊。请问王先生，现在习的内心已经有一些恐惧，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旦下去，就会有很多人找他清算，他最后会不会抱着军队去控制政府，或者是中共会不会产生严重隔阂，出现内战？你要想象一下坐在金字塔顶的思维，你这个思维还不是坐在金字塔顶的思维，是坐在金字塔底下的人的思维，所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啊。建议王老师能不能讲一期政府、企业、个人债务和 GDP 的关系？感觉全球都在加杠杆，现在股市是不是最后一轮杠杆？全球的债务危机是不是必然在近2年发生？王老师对普通人有什么提醒？我们有一期节目在讲中国的杠杆，各种杠杆，企业、个人、政府杠杆和 GDP 的关系，你可以搜一下好吗？有的，我们有讲过。观点，习有可能10年到期让位，在这之前，中共整体还是想看看是不是可以折腾一下，万一活过来了，宇宙第一了。可惜他们看不到这条路真的是死路，得利者是不会放弃现有的一切。观点，现在国内的气氛和2战末期日本1亿国民总预税一样，疯狂鼓动国民的仇外情绪，绑架民众和自己一起死。我还没有觉得这个啊，我没有觉得这个。现在仇外是一直，就是说仇外也不叫仇外吧，就是内外有别。中国人一向内外有别啊，看待外国和看待本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直有的，不仅仅是现在啊。那么现在这个氛围鼓动呢，我不觉得他现在敢做这个事情啊。王老师是否考虑在 Facebook Live 同时直播？有3大好处：一 ，Facebook 每个用户平均有几百个好友及群组，点赞和转发很容易传播到志趣相投的人，有利于视频扩散。二 ，Facebook 内部上传的视频才能参加算法排序，通过 Facebook 各个 Surface 很容易快速积累到用户，扩大影响。Facebook 目前 Live 视频增长的快，但是大 V 还不多，王先生可以去建立影响力。好的，我考虑一下，谢谢你的建议。秋平，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再见。